裴深，你走，元夏呢？昨晚和老魏出去了。这孤男寡女、荒郊野岭的，不会是一夜未归吧？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干嘛去了？老实交代。跟我男朋友算旧账去了。算账？怎么算啊？是清水的算法，还是翻来覆去的加倍算？能说快！我怕再算下去，你的年终奖都不用算了。你少跟他在一块儿，都学坏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彻底统一战线了。各位领导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该出发了，别耽误了揭幕仪式。行，那我们先去收拾东西。嗯。看来元夏已经知道我不是小哥哥了。还疼吗？啊，早就不疼了。魏子琪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可以再这样伤害自己了。这也是恒叔叔所期望的。他很爱你，你一直是他的骄傲。其实那天他有给我打电话，只是我没接。那段时间我特别恨他，恨他为什么因为工作不回来见我妈最后一面。后来知道他去世了，也很后悔，很痛恨自己，所以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里。直到你出现，才把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拉出来。是恒叔叔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跟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相遇了。而且，其实你不是真的恨他，对吗？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愧疚地伤害自己了。以后也不会了。圆圆，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。流星雨那天，我失约了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失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时间了。不需要如果，现在就很好啊。没错，现在就很好，只是我没有收到你的特别礼物。那个呀，那我得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，才能把礼物给你。好的，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莅临。公司那个好消息，我们改变了结局。你没死，只是昏迷不醒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再加把劲儿，或许我就能彻底醒来了。可是未来的我改变了，你过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找到了救赎是谁。真没事，你把手机给我自己。等下。那个是我爸研究的量子通讯的手机吗？嗯。
对面是我爸吗？不是，是1年后的你。他刚刚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把手机交给你。他还说，凶手是裴深。裴深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？找我有事吗？怕你一直忙工作，忘记吃午饭，就给你带了碗馄饨。裴深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次能不能让我先说？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不会耽误你很久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看得出来，从揭幕仪式之后，你就在躲我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你发现了吗？没错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哥哥。对不起啊，我发现你似乎在找某位故人后，我就让你误以为我是那个人，为的就是慢慢接近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可你之前明明说过，你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还说准备要跟她告白。这个人就是你。因为一开始相亲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你和魏总在一起。我怕你不接受我，所以就继续用这套说辞慢慢的接近你。我承认，我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卑鄙，但是我不后悔这么做。到现在，你慢慢的远离我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抱歉啊，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，你介意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裴深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心里只有魏子期。我明白，我不是要得到你的回复，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而已。先走了。魏总，倪总，这是量子通讯的信号。确定是量子通讯的信号吗？这是我根据你爸的实验日志1:1还原的系统，专门捕捉量子纠缠态的。不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靠什么通讯器发出来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好像是在我们公司大楼里。这样，咱们俩去找信号源，其他人继续跟踪信号源的动态。好的。魏总，我也去。走，倪宁，你去监控室，我去办公区。裴深，你从安全通道逐层排查。对了，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吗？可算找到你了。裴深，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魏总让研发部找一个通讯信号，我就跟着信号的位置找到了这里。袁夏，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你手机里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。但似乎魏总很着急的要找这个信号，他已经知道这个信号在还没有的内部大楼里了。袁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电梯人太多了，我走的安全通道，正好碰到裴深。下午我要出去谈个事儿，就不用等我下班了。好，去吧。魏总，那我继续下去找信号了。
他藏的可真够深的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才冒认了身份，卑鄙了些。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手机。他要手机干什么？从他的反应看，说明他早就知道双时空手机在我手里。应该不是陪审。能够比我们还要早知道双时空手机的存在，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它的人，也就只剩他了。西坤。西总，手机拿到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幕后的人是西坤？当时只是怀疑而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在西林接风宴上跟我说：“我听说你要重启量子通信试验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。”作为他最好的朋友，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。资金上有什么缺口说一声，我给你兜个底。当初 MU 深陷危机，他都不曾向我伸出过援手。现在听到我要重启我爸的实验，他的表现异常积极。我想到一件事儿。恒叔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进来。不了，叔叔临时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送你个礼物。顺便呢，拜托你一件小的事情，明年的今天中午12点，你用这部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。这个手机呢，我已经设置好了，你只要按这个重拨键就可以。等电话通了之后，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乖，那叔叔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叔叔，你回来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恒叔叔，您好，我遵守我们的约定了。我是圆圆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恒叔叔，您这一年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给哥哥打过电话了吗？哥哥现在原谅您了吗？喂，怎么挂掉了？怎么打不过去啊？这么说，我爸的实验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功了。当时可能他察觉到西坤要抢手机，所以才会特意把手机留给你，让你1年后提醒他小心西坤。而1年后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，不是我爸。我爸的去世就是那天，他的死不是巧合。我爸的死跟西坤脱不了干系。我爸死后，西坤猜测手机可能会在我的身上，就让周围暗中监视我的生活，发现双时空手机根本不在我手里之后，就让周围故意把我送出国。在西林的接风宴上，为了找你，我跟西坤说过话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注意到我了。所以西坤就让周围来接风宴，对你下手。然后抢走你的手包，又跑到你家翻找以及行凶。他们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抢夺手机。只是老魏把你接到他家之后，周围彻底失去了动手的机会，西坤才会派裴深来到你的身边。为了这部手机，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。西坤那边的动作最近明显急迫了很多，我想这应该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，也是时候该我们主动出击了。
子期，南夏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我跟1年后的型男通了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们为了你的死亡，尝试了很多，但是最后都回到了原点。你的死也没有改变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想送你出国。出国？我要你完全避开这个时间还有地点，避开所有出现的可能性。你不是对危机公关感兴趣吗？正好我在巴黎有一个朋友，是做各大品牌的危机公关的，你可以过去学习1年，这对你未来的规划也有好处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愿意。你是为我好，我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也知道你怕我生气，但我不会那么不懂事儿的。谢谢你，愿意把这一切都告诉我。如果你到时候把我骗上飞机了，就那样送出国了，才是真的擅作主张。而且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去系统的学习管理了，我很开心。那我等这边所有的事情忙完了，就过去找你。不需要，魏子期，我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我能适应的。而且我们内行忙起来了，应该比你还要忙很多呢。你到时候来找我了，我不一定有时间可以陪你呢。那剩下的时间，我可要好好陪陪你了。老魏，我是真没想到袁夏能答应出国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放心。西昆那边不能再拖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？袁夏一走，马上就行动。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动袁夏的机会。袁夏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跟你没完。他还以为你终于学会坦白了，结果你倒好，说一半瞒一半。我就是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改变他的结局。啊，对了，这份遗嘱等袁夏签完字之后，需要你们2个公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签字。这份遗嘱袁夏就不可能签。他不会知道这个是遗嘱。他现在的学习进度还有学了哪些新的单词，我都知道。上面的重要词汇他都不认识。老魏，宁宁，等你们签完字之后，尽快拿去给律师公证。他什么时候走啊？后天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雨，袁夏不习惯带伞，我去接他。Bonjour，Road to Prairie。
你怎么来了？过来接你啊。这个是你出国需要用到的中介材料，需要你签字。全是法文啊！这一页我只认识2个单词，后面就更离谱了。这些单词我学习的时候怎么一个都没见过呀？慢慢来嘛，等你到了国外，有了语言环境，学得会更快。这些我都替你审核过了，直接签字就好了。好，袁夏，怎么还在下雨啊？幸好你来了。以后要记得看天气预报，记得带伞，不然你在国外的话，我也赶不过去。知道了，我一忙起来就忘了嘛。我用一下电脑。这些是什么呀？把手机打开，看看。亲爱的圆圆，晚上好啊！现在为你播报明天的天气。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，局部29到32摄氏度。午后将有雷雨，出门记得带伞哦。这样你以后再忙，也不会忘记带伞了。没想到出国前的约会竟然是在书店。过来陪你学学习，你到了那边好适应那边的环境。哎，你看那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穿越时空的明信片。二位啊，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对对方或者对自己都可以。走进我们这个电话亭呢，拨打电话就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了。明信片上面有一个2维码，1年后我们会寄出，到时候呢，收件人扫描这个2维码，就可以听到今天对方所说的话了。谢谢。给1年后的，还挺有意义的。你想试一下？好，那我去给你补一封情书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先去。我都已经猜到了。你收到这张明信片，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会狠狠地把我骂一顿，骂我不守信用，骂我自私，又把你一个人扔下，可能会再加一句“男人的嘴骗人的鬼”，我猜的对不对？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Hello 呀，魏子期。我是你的女朋友袁夏，我叫的魏子期，就是现在正在听这段录音的你。那个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，会给我做饭，会陪我逛农贸市场，也会陪我过好眼前每一天的你。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在得知另一个时空我的遭遇后，我多庆幸我们现在还在一起。庆幸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可是慢慢的，这种庆幸变成了害怕，因为我们有过美好的过去。
所以我害怕失去的痛苦。我也不敢想象，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是怎么一个人度过失去你的时光的。我不知道，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好好的陪在你身边？如果是，我想你现在听到这段录音，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第一时间冲过来给我个亲亲抱抱举高高。元霞，在我的生命里，一共有2个转折点。第一个是我父母的离世，就此将我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全都摧毁了。另一个就是你闯进了那个阁楼，带着独有的向上的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，此刻才是。我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小偷，在我们重逢的时候，我偷偷地把你藏在了这段本该由我独自清扫脏乱的岁月里。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结婚了没有。不过，我想你这么喜欢我，一定早就跟我求婚了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提前给你透个底。魏子期，我愿意。元霞，对不起。如果我不在了，请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。我总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归期。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空再见。元霞。我爱你。怎么打这么久啊？有太多话想跟你说了。看来你给我写的情书有点长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是写给你的？那不然还能写给谁啊？当然是写给1年后的魏子期啊！一会儿我把它盖戳邮寄出去，他就能收到。不行，不能寄。我不能让他先听到你对我的告白。但你们都是魏子期啊。不是，我比他更幸运。好了，走吧。嗯，走。怎么买蛋糕了？想提前让你跟我过个生日。提前2个月啊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刚还以为你要跟我求婚呢。如果我真的跟你求婚的话，你会答应吗？要是真结婚的话，怎么着也得签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吧？婚前财产协议？对呀，魏总你家大业大的，我这马上要出国了嘛。国外那么多花花绿绿的诱惑，如果我被别人诱惑走了，分你1半家产，到时候我怕你哭晕在厕所。元霞，我不会以任何形式去约束你，包括婚姻。你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你的梦想、你的事业。当然，如果未来出现了一个比我还合适的人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也会放任我去追求他？
那也是他追你啊。元夏，我不会以爱之名去束缚你。我对你的爱是理解，是尊重，而不是捆绑。元夏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你。魏子琪，你的蛋糕还没有许愿吹蜡烛呢。你还想吃蛋糕？不想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 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。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会的，而且我有你亲手安装的 APP， 它会时刻提醒我，就像你陪在我身边一样。等我处理完工作就过去找你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走了。拜拜。谢谢。开始行动。伯父，你这参观的阵势有点吓人了。子期呀，戏都演到现在了，差不多了。演了这么多年，这快要死了，演不下去了。伯父，你要是再沉得住点气，我还真不会这么早就知道幕后黑手是你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嘴硬？少废话！启动这个手机的那串代码是什么？你不知道代码是什么呀？那你拿这个手机不就是一个摆设吗？你早说嘛，早知道我就不跑这一趟了。我先回了啊。让他走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只有去找袁夏了。受益人。
这个是你出国需要用到的中介材料，这些我都替你审核过了，直接签字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知道你把袁夏送走了，但是请你也相信，不管他到天边也好，到海角也好，我都有能力把他找出来。你敢？我一个要死的人了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可是袁夏会怎么样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代码是我妈去世的时间，换成2进制。111。等等。写在这上面。我警告你，不要说话招哦。你务必想办法拿到西坤的手机，输入病毒代码，我才能有机会拿到他洗钱的证据。魏子期，你今天要是敢骗我的话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出不了这个门。急什么呀？这个手机只有在中午12点钟才有效，所以现在根本就不会被接通。好，我就最后再等你2分钟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！喂，是老魏吧？是吗？我这个下。喂。什么事？谢总，您的密钥是不是泄露了？我们企业那些账户全都被公布了。警察刚到公司，说接到有人举报我们涉嫌非法洗钱。你比你爸还狠！啊！既然提到我爸，那我就好好跟你算算你害死我爸这笔账。还有，你应该庆幸西坤，要不是因为袁夏，你的下场会比现在还惨。
薛子曲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死也要拉着你。裴深，你去我的书房，打开保险柜，里头有我留给西林的东西，足够他在国外无忧无虑地过下半辈子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任你，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去自首。老魏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们分头去找。这边，老魏，老魏，接电话呀！没有。接电话呀，子琪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！魏子琪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制冷机房。快去制冷机房！魏子琪，你等我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元夏，慢慢来。元夏，我答应过你的，下雨天还要给你送伞，我还说过要去法国陪你，还有你在时空电话亭写给我的情书，我还没有机会听到，怎么办？我发现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兑现。原谅我每次都在跟你说对不起，但这一次，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，我们一定要不留遗憾。元夏。
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医生说了，过2天就能好的。对不起。你在说对不起啊？道歉？魏总那是为了救我，我应该受宠若惊才对，用不着道歉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可不敢再信。好好养病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的遗嘱赠与人需要我这个受益人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你会不会无聊啊？我帮你复习一下法语词汇。好啊，正好。我刚刚翻译了这一份，你来听听我翻译的对不对？我与袁夏虽未结为夫妻，也无血缘牵绊，但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牵挂。圆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无论我魏子期因任何意外或疾病身亡，其名下所有财产，包含但不限于 MU 通讯集团54%的股权权益，坐落于江景28号房屋一套。建筑面积280平方米，产权证号 S00308342，均无条件赠与袁夏女士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不好好学法语还乱签字，是我自作自受。还有最后一句没翻译。Tu n'es pas encore ma femme, mais tu es toute ma vie. 魏子期，我还是没有原谅你，我只是不想像你一样，浪费我们本来就不多的时间。如果因为未来没有发生的事，就浪费眼前的时光，或者像1年后的魏子期那样，因为过去而忽略了当下，那才是真的不值得。我们约定好，不论未来谁先离开，留下的那个人都要好好的活在当下，不可以沉溺过去。我们要自由且灿烂的活着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, the time for you.今天还是没有电话，
已经连着好几天了，中间是出什么差错了？喂，老魏，最好来趟医院。西林的扶摇自杀了，还在抢救。西林自杀？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？你还好吗？没事儿。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吗？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自己说。你们先聊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你没事吧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。从小到大，我爸爸都特别疼我，我始终觉得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可他居然害死了你的父亲，还差点杀了你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西林，你别想太多，这是西坤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呢？我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但凡我早一点发现，事情也不会到这一步。还有黄叔叔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对不起自己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怎么不接啊？打电话不想接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西林，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才能帮你。我爸爸，他好像给我留了一笔钱，就在他自首之前，他把命要交给裴深了。但真没想到，这个裴深完全就是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不但不给我迷药，还一次次打电话威胁我。我已经算不清楚是第几通电话了。这样，你先接电话，至少我们要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大小姐这么怕我呀，连我的电话都不敢接了。裴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只要钱。这几年你爸确实待我不薄，有了他的资助，才有我的今天。但是我给你爸做牛做马这几年也是真的。现在你爸出事了，牵连到我，混不下去了，我要你爸留下的1半财产，不算过分吧？亏你还说得出来这样的话。我爸爸对你那么好，那么信任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今天我也把话跟你说明白了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可能给你1分钱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拍两散，谁也别想拿到这笔钱。银行需要你出面，密钥在我手上。大小姐，今非昔比，你可别任性了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密钥是真的？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
时间地点我回头发你。我们究竟该怎么做？裴深一直为西坤卖命，现在突然转头敲诈西林，他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钱吗？25年的魏子期曾经跟我说过，凶手是裴深，而且这些天25年的人都没有联系过我们。想要得到双时空手机的人都已落网，唯独就只剩下裴深了。难道他的真实目的也是那部手机？裴深身上确实有很多让人猜不透的地方，我们必须得找到他。倪宁，你查一下裴深哪里人？临县。裴深的老家应该是这里没错。这看起来也不像最近有人进出过的样子。什么人啊？大哥，这是裴深家吗？裴深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他们好像很排斥外来的人。这村子太偏了，估计常年也没有个外乡人。我们来了，他们难免会警惕一点。那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打探一下裴深的消息。哎，大姐您好。大姐，您认识裴深吗？什么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问问别人去啊。姐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认识裴深？不认识。你好，我们是裴深的同事，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裴深？裴深是谁啊？咱村里有没有叫裴深的呀？俺没听说过，俺村里没这个姓儿。怎么样？他说这个村里没有姓裴的。没有姓裴的。什么裴深啊？这是于蛋。于蛋，啥时候回村的？不是大爷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于蛋。俺怎么可能认错了？你瞅瞅你这眼睛，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想当初你爸妈丢弃你的时候，你差点饿死，要不是我老伴好心给你点饭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你哪有机会被那个大小姐带回到城里头享清福啊？太，您真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于。没认错，我跟于蛋刚结婚不久。我们想念乡亲们，我就陪他回来探亲。哦，你就是原来那个看上于蛋的大小姐啊？哦，长大了，也懂事多了。当时你看都不看我们，嫌俺村里边又脏又臭。你那个时候抱着个什么琴，在那个车上都不肯下来。那时候正是村里边搞什么要开发。哎，你一句话就说俺村里边臭，你老爸二话不说就把俺这个村给淘汰了。倒是你于蛋得了狗屎运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裴深和西林还有这样一段前缘。西大小姐倒是挺会玩。你别聊这个了，怎么办啊？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她，是现在回来还是？我们去裴深家，你们再去找找裴深的踪迹，然后回城里。走吧。他很早之前也跟我说过，他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。我这次来相亲，是想请你帮我演一场戏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我想得到我喜欢的女孩子的认可。等我再优秀一点，
我一定会跟他表白的。我没有机会说出口，因为他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默默地守护他。这个女孩会不会就是西林？如果真的是西林的话，裴深为什么还要敲诈西林呢？那么西林在这其中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现在其实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西林真的是无辜的受害者，裴深偏执地单恋着西林，西林毫不知情；第二，西林是参与者，他在说谎，他在利用裴深给我们演了一出苦肉计。这2种都有可能，只是我不明白，如果西林是参与者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你说回城是故意做给裴深看的？对，虽然他离开这个村子很多年了，肯定有很多熟悉的人，有很多的眼线。还有啊，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监控正对着他家的门口，很有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们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又过敏了吗？风铃花，这个泥土是湿润的，他这2天肯定回来过。拿走。没事了。别跑！站住！老了，还是让你们给追上了。大爷，怎么是你啊？谁啊？裴深呢？原来在于蛋家里面的是你们的。于大人现在在哪儿？俺也不知道。刚才于蛋给我个帽子，让我到他家院里，说不要进去，要往回跑。如果事情做成了，就带我去城里发大财。还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，月下。
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裴深的身影。是我大意了，他从一开始就在附近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别怕，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你，包括我自己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我不需要你给我有任何的反馈。你是知道的，当你第一次朝我伸出手，把那串风铃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了。我会为你扫除一切障碍，你只需要继续过你绚烂的人生，享受只属于你的赞美与掌声就好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！这样，我们分开走，啊！好，走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！裴深，你别冲动。你不该找到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来了这儿，就是这个结果。你应该知道，杀人的罪名可比敲诈勒索严重多了。你不知道吧？其实我很早就想杀了你了。当初闯进你家的人，其实就是我。还有在民宿，周围来袭击你，也是我给了他你的房间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地下停车场。月下，要不是魏子期出现，你早就死了。为什么要做这一切？裴深，难道就是为了帮西坤拿到手机吗？当然，你这么聪明，能够找到这里，你怎么会猜不透呢？我在这里出生，好不容易被西坤带出去，我就是要成为上等人、有钱人。我做的这一切自然是为了钱，但就是因为你们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可我总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认识的裴深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在生活中绅士周到。喝点热水吧，别感冒了。裴深，收手吧。西坤现在都已经伏法了，但是你还有机会回头，并且，你不是还有喜欢、想要默默守护的女孩吗？可惜他永远都看不到我。那是我为了让你信任我编的一个谎话。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？不，人在谈论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，神情和语气是没有办法骗人的。我能感觉到你很喜欢他，喜欢得很绝望，很痛苦，对吗？痛苦吗？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但你说错了，我根本没有喜欢的人，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钱。月下，魏子期，月下，裴深，你冷静一点，别动。好，我不动。你想要什么，我全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元夏。你们都找到这个地方来了，
我怎么还敢奢求你们放了我？最后的退路都被你们断了，怎么谈啊？魏子琪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是你对手。裴深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吵。好，我不吵，我们有什么事情好好聊，好不好？裴深，你别冲动，你要想想你喜欢的人。对，你想想西里，如果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或者这一切就是他指使你这么做的，你以为替他顶下来，他的双手就不会沾满鲜血吗？裴深，你不是在帮他，你这根本就是在害他呀！你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吗？所谓的敲诈都不致死，但你要真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还是会有机会的，不是吗？还有机会吗？没有了。我真的好累啊，我已经活腻了。其实我也挺想要那个手机，有了那个手机，我和他是不是就能像你跟魏子期一样，有不一样的结局？但是没有如果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刚刚在悬崖边，脑海当中像走马灯一样，把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经历都重新过了一遍。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要活在当下，不留任何遗憾。那你听好了，魏子期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。在即将坠崖的那一刻，我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，我很爱你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, the time for you, alive.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, the time for you, alive.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如果能一直这么平静下去就好了。会有那么一天的，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就找一个海边，好好的住一段时间。魏子期，如果当初我没去 MU 应聘，或者我就辞职离开了，或许现在我就会在海边租一间白色的房子，开一家民宿，早上起床可以去看日出，傍晚可以听海浪声目送晚霞。你想想那样的生活，是不是光想想
就觉得很美好。听起来挺好的，就是有一点不太好。哪一点？你的规划里面好像没有我。你是个意外嘛？我会等你，再晚我都等你。我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。裴深的死，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危机都结束了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呢？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和袁夏，是不是都安然无恙了呢？喂，是我。你们怎么样了？我们都没事，因为你们解决了裴深这个危险，所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结局。至于我跟魏子期，我们过得很好。和这个能打吧？赶快走啊！那你给我打这个电话，是想让我们销毁手机？我们回想了过去发生的这一切，起因都是因为这部手机。只要它还在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细坤出现。所以，我们一致决定销毁它。我同意，这也是我爸想要看到的结果。双时空手机虽然可以改变过去，但也会让人一直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当中，忽略了最珍贵的当下。我们现在都好好的，就足够了，应该尽早让这一切都过去。那再见了，任夏。还有，替我跟他说一句谢谢。聊完了？聊完了。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我看看啊。我们已经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了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还一起露营。今天是你期待已久的流星雨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。正好我今天早上还查了天气预报，还有今天的光污染，今天肯定能看到流星雨的。魏子期，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拿萤火虫糊弄我。至少萤火虫也得给我机会啊！我顶多……顶多什么？先不告诉你，你总得给你家先生留点保密项目啊。神神秘秘。走了，看流星雨之前，先给我去个地方。我说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等我一下。试试看。在你还没回到我身边前，我的记忆里都是另一个时空袁夏和魏子期的甜蜜回忆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们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要跟你把所有事情再统统做一遍。必须要赶超他们。我还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。哎，
先生你好，我是您预约的摄影师，这次的拍摄风格你有什么要求吧？来，给您看看。你什么情况啊？这么突然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圆圆，我现在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还准备什么啊？啊？二位，咱再靠近一点啊！来。 来，两位稍微笑一下啊，不要害羞，自然一点啊。好，哎，我看一下啊。月夏啊，我给你讲一个笑话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又黑又红又白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害羞的斑马。好冷的笑话，放轻松一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有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很美。哎，太棒了！哎，这个状态啊，咱们再来几张啊。两颗心距离有多近，才可以彼此感应？我想解开这谜底，看着自己压抑着呼吸，只换来几秒平静。Here you go. I feel my feeling, I feel my heartbeat. Do you know my feeling? Do you hear my heartbeat? Is this a dream? Is this a heartbeat? I wanna know. 想什么呢？你是担心西林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走？在想怎么跟袁夏求婚呢？求婚？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刺激西林走个形式而已。来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啊？就这么快？我跟袁夏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跟倒计时一样，你说我急不急啊？可是你这个比我也……你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像我这样一个恋爱的行走的宝典在你面前，你也不问问我？我就怕你拿书本上那套糊弄我。这次我想更有诚意，更正式一些。袁夏他能答应吗？他毕竟他自己的未来都不能确定。我不管他答不答应。求婚是我给他的诚意还有安全感。行，我帮你，抱在我身上。这求婚的方式是我来想，现场的布置也是我来弄，到底是我求婚还是他求婚呢？老魏也真是的，什么都快我一步，连求婚都是，就不能让我赢一次？怎么，不愿意给老魏出谋划策，当助攻啊？这我可不敢。那你就赶紧干活，一会儿他们该来了。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你说。魏子期，我们结婚吧。
怎么，嫌这里不够浪漫，不愿意呀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女朋友太优秀了，把我想说的、想做的全都做了，有点受宠若惊。那我再重新正式的说一遍。魏子期先生，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栏变成丧偶，你会后悔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。娶妻随妻，我的答案同上。哦，还差最后一步。袁夏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觉得好像仪式不太对。哦。袁夏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，只为如初的眼神，思念穿越过时空，默不作声，爱救赎着彼此。那我们现在进行疗程的最后一步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，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。我爱你，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，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。算了吧，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。是挺好看，必须的嘛。喂，老魏，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啊，你出发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 stand by 了？我们不过去了。哦，行。你刚说什么？不过来了？我们忙里忙外忙上忙下的，你跟我说你不过来了？你婚不求了呀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不求婚了？因为我已经被求婚了，而且我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求婚仪式已经完成了。那个餐厅很难预定的，我包了场，晚餐就留给你们了，别浪费喽。打个赌，你觉得型男会告白吗？我们都制造机会到这一步了，他如果不告白的话，那他活该单身一辈子。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
来啦。怎么不说话？什么表情？夏姐姐，我跟新娘子聊几句啊。好，你们聊，一会儿叫我啊。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，说吧。我和邢南，哇，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也是万万没想到，昨天还能叫 Miss， 今天只能叫 Mr。这个世界可真是变幻莫测。倪小姐，外面有位邢先生找您。哦，好。倪小姐，您的邢先生找您，你少嘲笑我。等过了今天，你也有先生天天找。快去吧。走了。紧张啦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紧张呢？哎，开始的早有什么用啊？主要是抓住时机，弯道超车，弯道快那才是真的快。怎么样？我这次比你行吧？行，你最行了。没事儿啊，别紧张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是你啊？当然是我呀。准确的说，今天本来就是你跟我的婚礼嘛，对吧？袁夏人呢？袁夏。我估计现在应该快死了吧。行吧，去化妆间看一看。好。惠子期，你可千万不能抛下我哟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你仔细看看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西林。今天是咱们俩的婚礼。你看看这场景，这正是我梦中的婚礼啊！那这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。认识你，被你喜欢，也是我这辈子遇见过最可怕的事情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杀了袁夏，再毁了这手机？我看你拿什么救他！你们费尽心思害死我爸，不就是为了这个手机吗？现在销毁它，你舍得吗？原来你都知道了。我爸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郝叔，郝叔上车，快点，别犹豫了！站住！别动！西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知道我爸一直在找您，跟着他过来了，刚好遇见您。谢谢你啊，西林。西林，他们也追不上来了，在前面停下来吧，把我放下去。绝对不行，郝叔，现在放您下来太危险了。
我得确保把你完好无损的交给子期。千万不能跟子期说，希林，千万不能告诉子期。知道了。你也快点回去，免得让你爸知道了，孽属牵连。听话，希林，在前面停车。听话，希林。恒叔，恒叔，恒叔，我爸他是不是一直在找一个什么手机啊？要不您就给他吧，这样的话他才能放过您啊！啊？哎，恒叔，希林，你不是巧合碰见我的是吧？你跟你爸是一伙的，你们父女俩一起演了一出苦肉计，想骗我的手机是吧？没有，恒叔。我告诉你。我不会把手机给任何人的。恒叔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是为了您，为了子期好。我实在是不希望您和我爸的事情影响了我和子期的关系。不要提子期，我没有手机。恒叔，您就听我的。我没有手机，求您了，我没有手机，我求您了，没有，求您了，我没有手机。恒叔，恒叔，您能听得见吗？恒叔。有。恒叔，手机呢？把手机给了我爸就没事了。啊，恒叔，我本来是只要手机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子期他肯定会恨我的吧？怎么办？琳琳，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。爸，我杀人了怎么办？爸爸在这儿呢，怎么办？不会有事的。你马上离开这里，出国去待2年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帮你处理好。你要相信爸爸，当你再回来的时候。所有的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，我一定不会让魏子期知道这件事情的。相信爸爸。如果不是西坤坚持要把我送出国，陪你走出那段黑暗日子的人就不会是袁夏，应该是我。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也不会是袁夏，应该是我。西坤他生病自首替我顶罪，那是他应该做的。花儿是假的。冷气也没有开，一切还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这次一定能拿到希林的罪证。都过去多久了？为什么星南还没来？元夏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。倪宁，你不是应该去魏子期那儿吗？邢医生呢？别提了。我刚才被人困在楼道里，等我出来后，发现根本联系不上星南，所以赶过来看看你们这边怎么样了。希林人呢？他在婚礼现场。婚礼现场？他把我困在冷宫后就该跑了，为什么又去现场？现场，子期，他不仅要杀我，他还想杀……开门！快！倪宁，快开门啊！倪宁，子期那边有危险。再次提醒你一下，没有了这个手机，袁夏的死亡命运可就彻底无法更改了。希林，都这个时候了，
就没必要拿袁夏来威胁我了吧？你想杀的人不是他，对吗？没错，从我接到双时空电话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，你们设的局想引我上钩杀袁夏。但就在我跟你告白的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眼睛里面根本就没有我，只有袁夏。我就把对袁夏的恨转嫁到了你身上。希林，我真后悔当初认识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他也不会死，袁夏也不会一次次在生死边缘徘徊。那便如你所愿，卫子期。我现在最恨、最想杀的人，还真不是袁夏，就是你。从小到大，我希林有什么东西得不到，偏偏就只有你。是我费尽了心思想办法讨好你，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你把我的骄傲狠狠地踩在脚底下。现在，我也想让你好好体会体会我感受到的那种被践踏的滋味。袁夏，袁夏，卫子期，这把刀就是你当时拒绝我的生日礼物。我早就说过你会后悔的。没事没事，你会后悔的。袁夏，你我再没事的。别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别说话了，我们去医院好吗？去医院。自己把手机毁了。好，把手机毁了。我不想让你跟那个卫子期一样，活在过去的痛苦里，带着对我的爱想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。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。袁夏，你不管未来，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，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。本以为袁夏走后的这几个月，他会做什么傻事，但除了刚开始那几天他有点崩溃，剩下的就表现得太平静，太正常了。还有那部手机，我原以为他会按照袁夏的意思把它销毁，结果我很担心他会跟那个卫子期一样重蹈覆辙。子期，这么晚你还要出去啊？你们不用这样，你们好好的，袁夏知道了才会开心吗？
明天过后，这一年你们跟袁夏的记忆，应该就不会再存在了。你想好了吗？你明天一旦拨出了这通电话，我们会忘记一切和袁夏有关的事情。他在我们的记忆里，顶多就是你魏子期的前助理。可你呢？你要怎么办？你无论是记得他，还是你忘了他，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很晚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出去透透风。喂，哪位？圆圆，我是你们家楼上的恒叔叔家的儿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哥哥，我当然记得。你回来了吗？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？当年你突然离开，我担心了你好久。对不起啊，圆圆。之前一直答应你去看流星雨，到现在也一直没做到。嗨，没事没事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，哪还会在意这个？对了，哥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是和恒叔叔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其实我爸他去世了。抱歉啊，我。没关系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哦，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呢，其实是有几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你还记得我爸之前给你的那个手机吗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件举报，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。这样，哥哥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我把手机给你寄过去。其实之前想给你的，但是后来你们就都搬走了。没事，你不用寄给我。你还记得那座阁楼吗？你把它放到阁楼里，钥匙还在老地方。你放进去之后，把钥匙放回原位就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对了，圆圆。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爸跟 MU 通讯之前有过合作，听到了一些消息。你最近的遭遇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要针对你。跟我预想的差不多。我最近是发现一个高管的账有很大的问题。圆圆。我建议你尽快离职。离职？对。拿着你所有的账目证据去找魏子期谈判。你相信我，你无论提出什么条件，他都会答应。魏子期他一个自身难保的阿斗，他能答应我什么？他有他爸的遗嘱保护他，周围不会对他做什么。倒是你，要是留在那里有个危险，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拿着他给你的钱，出国避避风头，过2年再回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你这个老板对你还不错，你也可以跟他共患难。怎么可能？我干这工作干得累死了，巴不得拿钱走人。那你就按我说的做，我不会害你。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健健康康的，在院子里面晒着太阳，跟几个朋友喝着咖啡，
聊着天，可爱的人断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可爱的人一起做完那不留遗憾的10000件小事。他会喊你吃饭，会陪你看日出看日落，会一边抱怨下雨天不想出门，一边把伞向你的方向倾斜。我会一直一直爱着你，无论时空如何流转。要与你重逢。如果说时光能印证，一遍遍追寻，只为如初的眼神。思念穿越多时空，默不作声，爱救赎着彼此，从未断层。多想一刻转身，我就变成我们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，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。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，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。袁夏被开除的事儿，人事部通知他了吗？通知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不就是辞职吗？他正好也想离职，刚好多了一份补偿金给他这假他特别满意，让我感谢您的大方。他还说这天气实在太热，他懒得跑一趟，麻烦您直接把钱打到账户里。那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就给他转账啊！万一他后悔狮子大开口，这钱你给啊！已收款，谢谢老板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告别礼，记得查收。老板，请问您开除您前助理的时候，给了多少遣送费？老板，请问我什么时候能被您开除？老板，您前助理正拿着您给的遣送费，准备飞往巴黎，去塞纳河畔喝咖啡。
小贝，你赶紧来趟医院，我收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快递，寄件人还是你那位小助理。什么东西啊？周围挪用公款的电子账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周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侵占公司资产，证据确凿。你他妈的！所有证据都已交给警方。当初我就应该弄死你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我高枕无忧吗？谁也保不了你只是第一个，下面就该轮到西坤和西林了。算你狠！保安。元夏，元夏，你还活着！月夏，
哥哥，现在这么称呼你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刚才跟你通话，莫名觉得你好像很难过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过去有多晦涩黑暗，总有暮霭过后的时候。那时候是一天的结束，但也是新一天的开始。你要记得，好好生活，开开心心的。这也是我跟恒叔叔在你生日那天许的愿望。好啦，恒叔叔的手机物归原主了。我很期待暮霭过后我们的再见。圆圆，2024年3月2日。元夏，远在巴黎的你，并不知道我们曾经因为这部手机，经历了种种悲欢离合。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，都在努力拯救你。但此刻的我，比他们更幸运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许多和你在一起的美好回忆。我会带着这份美好活下去。亲爱的元夏，也祝你一切安好。老板，今天呢有一个项目决策会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已经让设计部根据我们最新研发的芯片做产品外观了。老板，你看一下这几个参数，我们先做几款样品出来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说的是什么？停车！快点车！老魏。元夏，你是想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。走吧。老魏，上车。你搞什么呀？我以为他是元夏。先回公司吧，我有关于元夏的东西要给你看。露萨，圆儿，哎，给你看个极品帅哥，那人群当中自带破碎感，还有氛围感。你看这眼神儿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车来了。哎，你看一眼，走了。这里就是元夏1年以来的全部信息了。虽然你这1年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。但我和邢楠都知道你对他有多在意。正好看到一个摄影师朋友在社交网上发了他和元夏的合影，偷偷联系了他，以你这个阁楼大哥哥的名义，让他帮忙多多照看。打开看看吧，这里面是他1年的所有动态。他过得好吗？开心吗？很开心，也很健康。就这些，你就不想了解他其他的现状？他好好的就够了，我就不看了。什么不看？我看你是不敢看。他回国了。宁宁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不敢看。过去是怕知道他在哪儿，会忍不住去找他。现在是怕他已经有爱的人了，
怕打扰他们的生活。这几天我甚至都不敢出门，总是在家里公司两头跑，就怕哪天在路上看到他牵着其他男人的手经过。我明明知道我把他开除的时候，他应该挺讨厌我的。他可能甚至已经记不清我是谁了，但是我还记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。那一切都太美好了，美好到我甚至觉得是一场梦而已。与其自我怀疑，你不如亲自去验证。据我所知，袁夏现在单身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已经决定要在国内定居了。现在西林和西坤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既然你还那么爱他，那你就应该去找他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走了。圆圆，早，早。我真挺好奇的，你这每天晚上都做的什么梦啊？这每晚都哭成狗。我也很好奇啊。要不是我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，我都要怀疑我是不是被人下降头了。哎，你说我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人，怎么就在梦里跟一个连脸都看不清的男人三生三世你死我活？关键是我也太倒霉了，在梦里动不动就上演死神来了。但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总觉得梦里好像才是真实的生活，现在的生活反而像是在做梦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废话，这不就是你这种社畜想要的生活？有钱有闲，就缺个男人。男人也不缺啊，只要一闭眼一做梦，梦里什么都有。少凡尔赛。啊，天文台说今天晚上有流星雨，不是？你看这天灰蒙蒙的，估计是拍不成了。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一会儿天就晴了。魏子期，咋了？见鬼啦？差不多吧。下午有新客人到。谁啊？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钱老板。他？就是那个卧薪尝胆装废材，一招翻身就干翻所有仇家的魏子期啊！哇，可以。如果当初我没去 MU 应聘，或者我就辞职离开了，我就会在海边租一间白色的房子，开一家民宿。早上起床可以去看日出，傍晚可以听海浪声目送晚霞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还可以看星星。你想想那样的生活，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很美好？先生，这边入住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哦，我在网上预定的，姓魏，叫魏子期。啊，好。我想请问，
袁夏在吗？老板娘，她有事出去了。啊。我那位难搞的钱老板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他来我这小店到底想干嘛？钱老板来了，我才不要上赶着伺候呢。不过他要是动不动就说扔500万要收购我的小店，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立刻收拾行囊回去迎接。好啦，不跟你说了啊。袁夏，圆圆，我来赴约了。袁夏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历了你的一生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你曾问过我，如果有一天我的配偶兰变成丧偶，我会不会后悔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。袁夏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You are not my wife yet. You are all of my life. 石头剪刀布。我有那么差吗？你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？最近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改。你也曾说过，小心！你最后悔的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我，你爱我。 魏总您好，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，我叫袁夏。我知道，袁夏。我等你很久了。魏子琪，如果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画面，我在梦里梦见过无数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脑子有病？那在你的梦里，有没有我对你的告白？我说。 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，此刻才是。怎么了？啊？我刚才做噩梦了，梦见你。别怕，我好好的呢。我枕头下面东西呢？谁结婚了还天天把结婚证塞在枕头下面，每天还要行注目礼的？我给你收起来了。 不行，我现在需要的是真实感。我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够真实吗？不够，还需要更真实的。